嘉靖36年，保安州深秋的清晨，天还没亮透，押送沈炼父子的囚车从城北门驶出来，一路往南走。囚车后头跟着一大片百姓，黑压压的，却没有人喊冤，没有人拦路，连哭都不敢哭出声。大家都心里清楚，拦是拦不住的。到了刑场，沈炼回头望了一眼保安州的方向，又看了一眼身边2个跟他一起赴死的儿子，刽子手举起刀，一刀下去，父子3人就都没了。明史写这件事只用了6个字：遂杀炼吉2子。可这6个字后头是一个父亲、2个儿子，还有那个时代再也说不出话的一群人。读到这里，很多人都会觉得奇怪，沈炼不过是个锦衣卫经历，从7品的小官，手里没兵，朝中没靠山，被流放到边关以后更是无权无势，连饭都要靠老百姓接济。严世蕃为什么非杀他不可？一个流放犯难道比朝堂上那些手握大权的大臣还可怕？在严世蕃眼里还真是这样，满朝文武早就学会了低头，唯独沈炼一直没学会。这件事得从几年以前讲起。明史给沈炼记下的官职只有4个字：锦衣卫经历。很多人一听锦衣卫就想到抓人、抄家、审犯人，其实不是那么回事。锦衣卫里头也分文武，经历只是个管文书、管档案、管刑名卷宗的文官，官职并不高，放在今天大概相当于部委里头负责文件流转的一个文职主管。按大明的规矩，他这种官根本没有资格议论朝政，更别提弹劾内阁首辅了。所以后来他上书弹劾严嵩，朝廷上下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是觉得他胆子大，而是觉得他坏了规矩。御史干御史的活，给侍中干给侍中的活，什么时候轮到一个锦衣卫经历出来说话了？可沈炼偏偏就是这么个人，规矩他懂，可他更清楚，这套规矩已经救不了大明了。那时候的嘉靖朝，真正掌权的不是皇帝，嘉靖皇帝迷上了斋教，常年躲在西院里炼丹祈福，朝廷大事大多交给内阁去办，而内阁首辅严嵩这时候已经当权10几年了。当时朝廷里头流传一句话，叫皇上有旨不如严府一句话。这话当然有点夸张，可也足以看出严家的权势有多大。真正让人害怕的还不是严嵩，是他儿子严世蕃。严世蕃天资极高，据说有过目不忘的本事，天下钱粮、各省官员、边镇军务，很多事情他都记得一清二楚。严嵩越来越依赖这个儿子，很多送进内阁的奏章都先过严世蕃的眼，再到严嵩手里。一时间京城人人都知道，得罪严嵩还有回旋的余地，得罪严世蕃前程就算到头了。这些事沈炼当然清楚，他的朋友也清楚。有一次，一位好友私下拉住他说，沈兄啊，你我都是小官，严家是什么人你比我更清楚，如今朝廷里人人装聋作哑，为的就是保一家老小，你可千万别犯傻。沈炼只是笑了笑，没接话。他知道朋友说的是实话，可要是人人都不说，这朝廷里头还有谁来说？说起来，沈炼和严世蕃也不是陌生人。当时的锦衣卫指挥使陆炳是嘉靖皇帝最信任的人，陆炳小时候曾在火场里救过嘉靖，因此深得皇帝信任，既统领锦衣卫，又能自由出入西院，是整个嘉靖朝里少数能让皇帝和严嵩都给面子的人。陆炳和严家来往密切，逢年过节酒宴不断，沈炼作为属官经常跟着赴宴，也正是在这些酒席上，
他真正看清了严世蕃。严世蕃有个毛病，喜欢羞辱客人，尤其喜欢挑那些官职比他低的人当众取乐，有时候揭人短处，有时候故意让人下不来台。满桌宾客没有一个敢反驳，大家都陪着笑，装作听不懂，只有沈炼例外。每次有人被羞辱，他都会放下酒杯，替对方说上一两句话，话不多，却句句顶在严世蕃最难受的地方。《明史记》这件事写得清清楚楚，世伯以酒虐客，恋心不平，折为反之，世伯但不敢叫。这话的意思是，严世蕃每次在酒席上羞辱别人，沈炼都会站出来反驳。时间一长，连严世蕃都开始忌惮这个人，居然不敢跟他继续争辩了。这段史料看着不起眼，却说明了一件事：在满朝文武都低头的时候，沈炼已经开始一次又一次当着严世蕃的面让他下不了台。真正让两个人走向生死对决的，不是酒席上的事，而是几年后那场震动天下的庚戌之变。嘉靖29年，蒙古俺答汗带着10万骑兵南下，这一仗是嘉靖朝最丢脸的一仗，也是大明中后期最危险的一次京师危机。边关告急的奏报，一天好几封送进京城。宣府失守，大同震动，一路烽火直逼北京。史书记载，京城内外烟尘蔽日，百姓扶老携幼，争相逃命，连皇宫里都能望见城外的狼烟。许多大臣已经在偷偷议论另一件事：要是北京守不住，是不是要学当年的南宋，南迁避祸？就在这种人人自危的时候，朝廷召开了一次决定国运的廷议。国子监司业赵贞吉站了出来，坚决反对议和。他说得很清楚，俺答汗这一次不是为了几车银子，也不是为了几匹绸缎。今天你给一次岁币，明天他还得来。要是现在低了头，大明以后就再也抬不起头了。可他说完以后，满朝文武却没有一个人附和。不是他们不知道，赵贞吉说的有道理，是不敢。因为主张议和的人正是严嵩，所有人都在等首辅表态，没有人愿意为了一个注定得罪严家的意见，把自己的前程搭进去。整个奉天殿安静的可怕。就在赵贞吉几乎孤立无援的时候，朝班最后面忽然响起一个声音：赵大人说得对。所有人回头望去，说话的人竟然又是沈炼，一个锦衣卫经历。吏部尚书夏邦默脸色一沉，当场喝问：若何官？这句话不是在问官职，是在提醒他，这里都是朝廷重臣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锦衣卫文官插嘴？可沈炼没退，他往前迈了一步，挺直腰杆，大声回答：锦衣卫经历沈炼也。紧接着他说出了那句后来传遍天下的话：大臣不言，故小吏言之。就这9个字，像9记耳光，狠狠抽在满朝文武脸上。你们拿着朝廷的俸禄，受着国家的厚恩，如今国难临头，却一个个低头不说话。既然你们不敢说，那就让我这个小官来说。明史记载，当时朝廷上下无不震动，有人觉得沈炼疯了，有人暗暗佩服，还有人已经在心里替他准备后事。因为所有人都清楚，严家不会放过他。朝议结束以后，一位老臣追上沈炼，低声叹了一句：沈经历，你今天这一句话说痛快了，可往后的路难走了。沈炼停住脚步，望着远处午门外的天空，缓缓说了句：总得有人说，就这5个字定下了他后半生的命。可真正让他下定决心和严党彻底决裂的，还不是这次朝议，而是一场酒席。庚戌之变过去以后，
北京城虽然保住了，可百姓的伤口还在，边关残破，流民遍地，朝廷却很快恢复了往日的样子，升官的升官，拜寿的拜寿，送礼的送礼，好像北京城外那场变故从来没发生过一样。有一天，上宝城张训业设宴，请了几位好友小聚，沈炼也在其中。席间，有人说起庚戌之变，说起那些死在战火里的百姓，屋里的气氛一下子沉了下来。紧接着又有人提到了严嵩，这回没有人敢大声骂，大家只是叹气，因为谁都知道如今的大明没人动得了严家。就在这时，沈炼忽然举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随后把酒杯重重放下。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他越说越激动，这些年压在心里的话一股脑全倒了出来。明史记了8个字：慷慨骂帝，流涕交夷，就是一边痛骂严嵩父子误国，一边眼泪顺着脸颊不停地往下流。满桌宾客全都愣住了，他们不是没骂过严家，可都是关起门来小声骂。像沈炼这样一边哭一边骂，毫无顾忌的，他们还是头一回见。有人连忙过去拉住他：沈兄，慎言，慎言啊！还有人赶紧关上门窗，生怕外头有人听见。沈炼却摆摆手，声音反倒平静下来：我不是替自己哭，我是替那些死在边关的百姓哭。一句话出来，整个屋子再没有人说话。那天晚上酒席散了，别人各自回家，沈炼却没有睡。他回到家中，点起油灯，摊开纸，磨好墨，坐在桌前，很久没有落笔，因为他清楚，这一笔写下去，写的就不是奏书了，是自己的命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沈炼已经把写好的奏书装进袖中。就在他准备出门的时候，一个人拦住了他：锦衣卫指挥使陆炳。陆炳站在门口，神色复杂。整个锦衣卫都知道，这位指挥使和严嵩走得近，朝廷里甚至有人说，只要严陆两家不翻脸，嘉靖朝就没人动得了他们。可很少有人知道，陆炳虽然圆滑，却并不糊涂。他欣赏沈炼，因为整个锦衣卫里敢当着严世蕃的面说真话的就这一个。陆炳看着沈炼袖中的奏书，沉默了半晌：一定要去？沈炼点了点头。陆炳又问：你知道写了这封奏书会是什么下场吗？沈炼笑了笑：知道。那还去？总得有人去。屋里一下子安静了。陆炳没有再劝，因为他清楚眼前这个人已经决定了，谁都拦不住。他只是轻轻叹了口气：既然如此，到了御前少说两句。沈炼拱了拱手：多谢大人。说完转身出了门。陆炳站在门口，看着他的背影越走越远。他心里很清楚，这一走恐怕就是永别。奏书很快送到了西院。嘉靖皇帝展开一看，脸色越来越阴沉。沈炼在奏书里写道：严嵩贪婪之性，急入膏肓，于彼之心，顽于铁石。紧接着又把矛头直接指向严世蕃，说他依仗父亲的势力，卖官鬻爵，广结私党，把朝廷当成了自家的产业。嘉靖越看越怒，可他生气的不单单是严嵩被骂，更是一个锦衣卫经历竟然越过督察院6科给事中，直接向皇帝议论朝政。这在嘉靖看来，不只是越职，更是在告诉天下人，朝廷已经没人敢说话了。皇帝把奏书重重摔在御案上：大胆！一声怒喝，整个西院鸦雀无声。很快圣旨传下来：停杖！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沈炼必死无疑的时候，事情却有了一点变化。陆炳以前就曾多次在嘉靖盛怒之下从中调护，救下过不少官员。这一次他没有公开替沈炼辩解，那样只会适得其反。他只是借着入仕皇帝的机会，
把事情往另一个方向引，说沈炼不过是一个小臣妄言，虽然狂妄，却并没有谋逆之心。嘉靖正在气头上，并没有完全听进去，但怒火终究比刚开始时缓了一些，最终圣旨改成了停杖数十，折戍保安州。这一改，保住了沈炼一条命，却让严世蕃更加恼火。在他看来，一个已经公开和严家翻脸的人，绝不能活着离开京城。可偏偏陆炳在，严世蕃再狂，也不愿意为了一个沈炼当面和陆炳翻脸。于是他只能暂时忍下这口气。可这口气并没有消失，只是越积越深。午门外，行刑开始了。2个锦衣卫把沈炼按倒在地，木杖高高举起，第一杖落下来，沉闷的一声响，沈炼咬紧牙关，一声不吭。第2杖，第3杖，鲜血很快浸透了官袍。围观的官员越来越多，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。有人低着头，有人闭上眼睛，还有人悄悄转过身去，不忍再看。他们心里都清楚，今天挨打的是沈炼，可真正被打的是所有还敢说真话的人。几十杖下来，沈炼已经站不起来了。2个校尉把他架出午门，身后留下一道长长的血痕。有人望着他的背影，小声说了一句：“这个人活不了多久了。”可就在这时候，陆炳站在宫门下，远远看着那辆押送的囚车，身边有人低声问：“大人，要不要再帮一帮？”陆炳摇了摇头：“我能保他出京，保不了他一世。”说完这句话，他便转身离开了。因为他清楚，真正想要沈炼命的人不是嘉靖，是严世蕃，而保安州绝不会是这件事的终点。保安州位于宣府镇，再往北就是长城，出了关就是蒙古，这里既是边城，也是流放之地。朝廷把犯官发配到这儿，本就是让他们自生自灭。很多人来到保安州，不出几年就死在风沙和寒冬里。严世蕃也是这么想的，既然陆炳保住了沈炼一条命，那就让塞外替自己杀了他。可谁也没想到，沈炼到了保安州以后，不但没有消沉，反而活成了另外一个样子。当地知州第一次见到沈炼的时候，还有些担心。京城来的犯官大多心高气傲，稍有不便就怨天尤人。可沈炼不同，他没有提自己的冤屈，也没有写信四处求援。第2天，他便开始四处走访，看百姓住在哪里，孩子有没有地方读书，边军的家属过得怎么样。几天下来，他心里已经有了数。没多久，保安州多了一间学社，没有牌匾，没有束修，谁家的孩子想读书都可以来。明史记载的很简单，居保安教书自己，就8个字。可这8个字后头是一个流放犯官重新站起来的开始。每天清晨，孩子们背着书箱来到学舍，沈炼先教他们识字，再教他们读《大学》《论语》。课讲到一半，又常常停下来，给孩子们讲岳飞，讲文天祥，讲那些为了国家宁可舍命的人。有孩子问他：“先生，忠臣为什么总没有好下场？”沈炼望着窗外的长城，沉默了很久，才说：“因为忠臣想保的是天下，奸臣想保的只是自己。”孩子似懂非懂的点点头。可这句话却慢慢传遍了整个保安州。渐渐的，当地百姓也知道了，原来这个天天教书的先生，就是那个因为骂严嵩才被打成这样的沈炼。消息传开以后，越来越多人来到学社，有人送桌椅，有人送纸墨，有人送粮食。明史记载，假人某寻知其得罪故，喜家赦之。当地商人主动腾出房屋让沈炼居住，还有老人隔3差5送来柴米。他们不是可怜沈炼，
是在敬重他，因为在边关百姓眼里，谁敢替国家说话，谁就是好官。一天晚上，一位商人送来几袋粮食，沈炼执意不收。那商人急了：先生，我们不是救济您，是我们替那些死在庚戌之变里的乡亲，谢谢您。一句话，沈炼久久没有说话。他这才明白，自己那封奏书也许没能打动皇帝，却打动了百姓。随着时间越久，来学社的人越来越多，不只是孩子，很多边军士卒轮休时也会过来听他讲书，有时讲春秋，有时讲史记，更多的时候是讲中间，讲国家，讲做人。有人担心地提醒他：先生，这些话要是传到京城。沈炼笑了笑：我人在边关，难道连说话也不许了吗？他不知道的是，京城里一直有人盯着他。这一年的冬天，保安州百姓自发做了一件事，后来被明史郑重记了下来。有人扎了3个草人，一个写着严嵩，一个写着李林甫，一个写着秦桧，3个草人并排立在城外。有人拿来弓箭，第一箭射向严嵩，第二箭还是严嵩。很快，几十支箭密密麻麻扎满了草人。围观百姓一边射一边大骂，有人骂严嵩误国，有人骂严世蕃卖官，还有人高喊奸臣就该是这个下场。明史记载，沈炼并没有阻止，他只是站在一旁看着，因为他清楚，百姓今天射的不是草人，射的是压在心里很多年的怨气。可他们没想到，就在围观的人群里，还有另外一个人，一个从京城来的商人。他没有射箭，也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把这一切都记了下来。几天后，一封密信送到了京城严府，信里只有短短几句话：保安军民，日构相国，扎草为松，群射之。严世蕃看完以后，脸色一点一点沉了下来。他忽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。他原本以为把沈炼赶出京城，这个人就完了。可如今，沈炼虽然没有官，却有了民心。京城里的大臣怕他，保安州的百姓却敬他。以前只有一个沈炼骂严家，如今整个保安州都开始骂严家。严世蕃慢慢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沉默了很久，终于说了一句话：不能再留了。旁边的人一愣，大人的意思是，严世蕃没有回头，陆炳能保他一次，保不了第二次，这一次我要他永远闭嘴。说完，他缓缓写下了2个人的名字：杨顺、陆凯。一个杀局就这样开始了。杨顺是宣大总督，陆凯是巡按御史，这2个人都是严嵩的党羽。严世蕃选中他们，就是因为这种人办事不问是非，只问主人是谁。没过多久，陆凯带着朝廷的敕令来到宣府，名义上是巡视边镇，实际上所有人都清楚，他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沈炼。陆凯没有急着抓人，因为他清楚沈炼不是普通犯官，他已经在保安州教书几年，当地百姓人人敬重，边军士卒也愿意听他说话。要是毫无缘由抓人，连宣府上下都交代不过去。于是他先暗中调查，查了整整10几天，结果却让他越来越恼火。他原本以为一个人总能查出点贪污受贿、结交武将之类的问题，可越查越发现，这个人竟然干净的可怕。学生读书不要钱，百姓送来的粮食只够一家糊口。当地官员提起沈炼，没有一个说他坏话，连负责监视他的军卒都不得不承认一句：沈先生除了教书，什么都没干。消息传回陆凯耳朵里，他冷笑了一声：什么都没干？一个让百姓都敬重的人，比贪官更危险。他清楚，严世蕃要的从来不是查案，是杀人。既然查不到罪，那就造罪。很快，一张大网开始收紧。
陆凯先秘密召来几个严党的地方官，又找来几名受过严家恩惠的军吏，随后开始一句一句教他们怎么说。沈炼是不是经常谈论朝政？是。是不是常说严嵩误国？是。边军是不是常去听他讲课？是。那好，陆凯放下笔，这就够了。众人一愣，有人小心翼翼地问：大人，这些也算谋反？陆凯笑了，笑得很冷。一个人天天聚众讲学，议论朝政，收买人心，今天敢骂首府，明天就敢煽动边军，后天是不是就敢开城迎敌？他说完，所有人都沉默了，因为大家都清楚，这些话全是推测，没有一件是真的。可只要写进奏书，假的也能变成真的。就在陆凯还在为如何罗织罪名发愁的时候，一个天赐良机来了。恰逢白莲教教徒严浩等人被捕，招供了多名嫌犯，杨顺和陆凯合谋，把沈炼的名字加进了白莲教案的名单里，一条足以致命的罪名就这么定下来了：结交边将，煽惑军民，意图不轨。罪名送到京城，严世蕃只看了一眼，点了点头。办，就一个字，沈炼的命就定下来了。那天清晨，学舍和平常一样，孩子们正在读书，忽然外面传来急促的马蹄声，几十名官兵冲进院子，孩子们吓得四散而逃。沈炼缓缓放下手中的书，他没有逃，也没有问为什么，因为从看见陆凯走进来的那一刻，他就知道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陆凯展开圣旨，大声宣读罪状，什么结党，什么煽惑军民，什么图谋不轨，每念一句，围观的百姓就骚动一次。终于一个老人忍不住跪了下来：大人，沈先生天天都在教孩子读书，他哪来的兵？旁边立刻又跪下一片：是啊，沈先生连鸡都没杀过，怎么可能造反？越来越多人跪在地上，有人哭，有人磕头，有人拼命替沈炼喊冤。可陆凯连看都没有看，在他眼里，这些百姓越替沈炼求情，越说明沈炼收买人心。沈炼望着眼前这一幕，忽然轻轻叹了口气，他没有替自己辩解一句，只是缓缓扶起离自己最近的那个老人，轻声说道：回去吧，不要因为我再连累大家。老人已经泣不成声。先生，沈炼只是笑了笑，那笑容和当年走进西院递奏书的时候一模一样，平静坦然，仿佛早就知道会有今天。不久之后，沈炼和两个儿子一同被押赴刑场，一路上保安州百姓扶老携幼，默默跟在后头，没有人高喊劫法场，因为他们清楚救不了沈炼，只是想送先生最后一程。刑场上，沈炼回头望了一眼保安州，又望了一眼那些哭成一片的学生，最后只留下了一句话：以后好好读书。刽子手举起了刀，一刀下去，一代忠臣就此长眠。明史对此写得极淡，遂杀炼及二子，就6个字。可这6个字后头是一个父亲，2个儿子，一个家族，也是那个时代再也说不出口的真话。京城里的严世蕃听到消息以后，终于长长的松了一口气。他以为这一次终于没人再敢和严家作对了，可他不知道，有些人可以杀，有些话却会一直活着。嘉靖41年，那个压在大明朝头顶20多年的庞然大物终于开始崩塌。这一年，严嵩失宠了，原因很复杂，有嘉靖皇帝对他的猜忌，也有朝中反严势力的不断反击，更有这些年来积累的民怨。真正压垮严家的并不是沈炼，是严家自己。权力越大，
树敌越多，严嵩一倒，过去那些不敢说话的人全都站了出来。弹劾严家的奏书像雪片一样飞进西院，卖官鬻爵，侵吞军饷，受贿纳贿，结党营私，一条接着一条。嘉靖皇帝这才发觉自己苦心维持的朝局早被严家掏空了。严嵩被罢官，灰溜溜回了老家。那个曾经门庭若市的严府，不过几天就变得门可罗雀。昔日排着队送礼的人一个都不见了。这就是官场，你得势的时候人人都是朋友，你失势的时候连仆人都想早点走。真正让天下百姓拍手称快的是严世蕃，这个曾经不可一世号称小阁老的人，还想着凭自己的聪明东山再起。他四处活动，上下打点，甚至幻想着有一天重新回到朝堂。可这一次再也没有人能救他了。嘉靖44年，严世蕃因谋反等罪被捕，后来朝廷核定其罪，判处死刑。当行车驶过京城的时候，街道两旁挤满了百姓。很多老人已经不记得别的事情了，却还记得10年前那个被廷杖打得满身是血的锦衣卫小官。有人轻轻说了一句：沈炼可以瞑目了。行刑的刀落下来，严世蕃的人生到此结束。他机关算尽，害死了那么多人，最后却还是没能保住自己的脑袋。另一边，朝廷开始重新审理那些严党制造的冤案。徐阶主持朝政以后，一件一件翻查旧案，其中就包括沈炼。重新查阅卷宗的时候，很多官员发现，当年所谓山祸军民图谋不轨，根本就没有确凿证据。所谓的供词大多互相矛盾，所谓的人证也不过是严党罗织出来的证人。一句话，沈炼是被冤杀的。于是朝廷正式为沈炼平反，恢复官职，追赠光禄寺少卿。后来又把他的事迹收入明史，从此大明历史上多了一篇沈炼传。很多人看到这里会觉得这就是忠臣的结局，受尽苦难，最后等来一纸平反。可要是仔细想想，这一纸平反来得太晚了。沈炼已经死了，他的2个儿子也死了，一家3口再也看不到这一天。所以后世真正纪念沈炼，并不是因为那道追赠诏书，而是因为他在所有人都低头的时候始终没有低头。讲到这里，咱们不妨回到故事最开始。沈炼是不是一个不懂官场的愣头青？当然不是，他在锦衣卫待了多年，比谁都清楚严家的势力。他认识陆炳，认识严世蕃，知道嘉靖皇帝的脾气，更清楚一封奏书递上去自己会是什么下场。可他还是写了，因为他心里一直装着一句话：大臣不言，故小吏言之。这9个字不是一时冲动，是他一生的选择。其实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不是沈炼有没有输，而是严世蕃为什么一定要杀他。因为严世蕃比任何人都明白，权力可以堵住朝堂上的嘴，却堵不住天下人的心。所以他害怕沈炼，不是害怕沈炼手里的权，是害怕沈炼代表的那股力量，一种让普通百姓分得清中间，辨得明是非的力量。于是他杀了沈炼，杀了他的2个儿子，以为这样就能把所有声音一起埋进黄土。可历史偏偏喜欢开玩笑，400多年后的今天，我们还记得沈炼。一个人的权势可以显赫一时，一个人的气节却可以流传几百年。沈炼输了吗？他输了官位，输了前程，输了家庭，最后也输了自己的命。可要是把时间拉长，400年再看，真正输的人是严世蕃，真正赢的人是那个站在奉天殿上大声喊出大臣不言，故小吏言之的
锦衣卫经历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。